武安尊王的传说及由来。武安尊王又称骑虎尊王、骑虎王、雷府大将、雷大将、雷府天尊。武安尊王即唐代武将雷万春，为张巡部将，强毅用命。唐玄宗天宝14年麓山叛变，雷将军奉张巡之命，镇守雍丘（今河南杞县）。叛将辜朝率军围城，雷将军站在城上责骂辜朝从安叛国，朝军射之，雷将军面中6矢，端立不动，续对辜朝小以大义。后与张巡、徐远同死难于睢阳。现骑虎王神像面有漆黑点，及中箭之伤疤。相传雷将军为田都元帅雷海清之弟，又称水流王，为其神像系于嘉庆年间随海水漂流而来。台湾有骑虎尊王寺庙2座，一为云林斗南镇的护国宫，一为嘉义民雄乡的保安宫，又称骑虎王庙。相传建于乾隆年间，骑虎尊王雷万春与保仪尊王或保仪大夫的张巡、徐远3神合称大使爷或大使公。台湾亦有2庙供奉，即嘉义中部乡的护生宫及高雄茄定乡的骑楼。武安尊王又称陈昭应，是中国道教与民间信仰中的重要神祇。他的形象常与保护地方、平息灾厄及驱除瘟疫密切相关。据说陈昭应原为唐代的一名将军，因平定叛乱被尊为地方英雄。武安象征以武力护佑安定，而尊王则是百姓对其功绩与灵验的最高敬意。这个称号体现了百姓对安居乐业的期盼。台湾普遍存在着双宗信仰，也就是保仪尊王与保仪大夫，这2位就是张巡与徐远。也有信众以汪公称呼他们，但是在台湾南部，信众单独对张巡的称呼是厉王与武安尊王，精神外貌也大不同。这是什么原因呢？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是安禄山与史思明发起的安史之乱，造成大唐王朝生灵涂炭，其中睢阳城之战最为惨烈。当时城中军民在张巡、徐远、雷万春、南霁云等人的领导之下，被叛军围攻5个月之后仍城破殉国。此后张巡、徐远、雷万春、南霁云都被尊为神明，而这些信仰也随着明末清初的汉人迁徙来到台湾。这几位神明大多以张巡为领导，可大致以南北做划分。南部多称呼张巡为厉王、武安尊王，文武尊王的称呼则不分南北。若到网络上搜寻厉王、武安尊王，会看到2种风格截然不同的金身。第一种是面有长须的中年书生外貌，第2种则是青面獠牙的狰狞恶鬼之状。为何会出现青面獠牙的恶鬼外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例如兴化武安宫就有流传武安尊王跟玄天上帝借法宝玄天面对抗虎神的故事，而最常被流传的一种，则是当初睢阳城被围攻即将破城之时，张巡就发下誓言说道：虽为鬼，是与贼为利，就算自己战死，也会化为厉鬼继续讨伐叛军。不久后城池被攻破，张巡慷慨就义，死后则依其誓言化为恶鬼之貌，厉王之神号也是依此而来。而翻开文献的确能看到这段记载，在《旧唐书》卷187，原文是：臣虽为鬼，是与贼为利，以达明恩。这尊神明的圣号很多，也常看到双中尊王、文武尊王的称呼，也许未必是同一个系统衍生出的体系，
但无论怎么称呼这位神明，虔诚敬奉的心才是最重要的。陈昭英出生于唐代某地，有说法指河南武安，自幼习武，精通兵法。唐代中期，地方多有叛乱，陈昭英率军平定其中最凶险的一场战争，因其不畏艰难，智勇双全，被封为地方将领。据传陈昭英在一次平乱时中箭身亡，但奇迹般的化为天神，在危难之际显灵助军，因此被后世百姓奉为武安尊王。特别是在瘟疫盛行时，陈昭英的显灵事迹更加广为流传。瘟疫流行的时期，地方百姓建立陈昭应庙，祈求他的庇护。传说他的神像曾多次在庙中显灵，驱赶疫病，并指引百姓采用草药治疗。武安尊王的信仰在福建、台湾及东南亚广为流传，其中以福建泉州、台湾云林等地的庙宇最为著名。每年农历重要节日，信徒会举行盛大的祭典，包括制崤、祈福和绕境活动。武安尊王庙常见的象征物有神教、神旗，以及护佑瘟疫的神符。武安尊王不仅象征军事保护，也代表健康和平安。他的神格兼具威严与亲民，深得百姓信赖。武安尊王的信仰与其他道教神祇，如玄天上帝、保生大帝等，有许多交集。这些神祇共同构成了中国民间信仰的丰富图景。有关武安尊王的故事常见于地方戏曲、民间故事和壁画。他的形象多以身穿甲胄、手持宝剑的武将呈现，显示其英勇气质。武安尊王的庙会活动仍是当地的重要文化盛事，包括音乐表演、舞狮与武术比赛。这些活动不仅是宗教仪式，也成为当地社会的凝聚力象征。随着华人移民的迁徙，武安尊王的信仰已拓展至全球各地，包括东南亚、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在都市化与现代价值观的冲击下，如何保留并创新武安尊王信仰是当前的一大课题。许多庙宇已开始结合科技与现代艺术来吸引年轻信徒。武安尊王的传说不仅是历史与神话的结合，更是中国民间信仰的缩影。他的故事与形象跨越时空，展现了人民对和平与健康的普遍追求。透过世代相传的仪式与文化，他的信仰不仅是宗教的象征，更是一种文化的认同与延续。